大夏王朝与漠北蛮族连年血战，烽火连天。九皇子李隆龄监军北境，却夜夜笙歌，秽乱军帐，杀良冒功，通敌叛国，致使苏老将军与苏家18将全军覆没。天下震战，万民泣血。武帝龙颜震怒，下旨将九皇子押赴午门，凌迟3600刀，不死不休。天崩开局，刚穿越就传成背下弥天大祸的废物皇子，明日还要被凌迟。皇儿，你父皇心硬如铁，绝无退路了。明日你要挨上3600刀啊！饮了这杯斩酒，娘为你求个全尸，然后随你一起走。你疯了！不喝这酒，明日你连死都是奢望啊！九皇子只是蠢，不是坏，他绝没有通敌，这是一场阴谋。等等，殿下，朝堂有内奸泄露军机，拿着老臣的绝笔血书交给皇上，快走！苏家镇魂，宁死不退！苏老将军一生刚正，绝不会拼死保护一个叛徒，他定是察觉到朝中有人泄露军情，这封血书就是我翻盘的唯一笔记。不对，武帝多疑自私，我现在拿出血书，他只会认为是伪造的。这死局必须找一个能绝对相信我的人来破。娘，去见父皇，帮我带一句话，只此一句，我定能起死回生。皇上，皇儿说他对不住苏家，拼死相护，求您开恩，让他临死前亲自去苏家一趟，在苏老将军灵前磕头赔罪，任由苏家发落。去苏家？苏家满孤寡，正恨不能食其肉寝其体，更何况苏家那头母老虎苏凤麟性烈如火，他此时去，还没跨进大门就会被一枪刺死。万岁爷，九皇子若死在苏凤麟手里，岂不是一桩美事？您若按律凌迟他，史书上难免留下世子的恶名。若送去苏家，这口黑锅苏家背了，天下人的名分也平了，一石二鸟啊！此计甚妙，传旨立刻将老九押去苏家，死活不论。唯有苏老太君认识苏老将军的绝笔真气，可若是一进门就被苏凤仪那头母老虎秒杀，连拿出底牌的机会都没有，那就真成史上最憋屈的穿越者了。必须想个法子。魏公公，咱们打个商量，等会儿门一开，劳烦您帮我挡一些，只要让我喊出一句话，说咬太君就行。殿下说笑了，皇上口谕是任凭处置，苏凤环的朱雀枪下从无活口，咱家可不敢去触他的眉头。您祈祷能留个全尸吧。这老烟狗真是一点活路不给。皇上口谕，九皇子带到，任凭苏家处置。是李隆林，国贼来了，杀了他，祭奠老将军！李隆爷，拿命来填我的血海深仇！拿命来填我的血海深仇！魏公公，救我！李龙爷，你如果是男人，就站出来，给我一决雌雄！咱们把衣服脱了，雌雄自变，用不着打打杀杀的。无耻！住手！老太君，奶奶，下一枪我就杀了这奸贼！哼，幸亏老身来得及时，你若伤到魏干爷，就闯下大祸了，还不退下！咱见过苏老太君，咱家是奉皇上之命，带九皇子来苏家赔礼道歉的。赔礼道歉？苏家那人全都被他害死。皇上以为区区赔礼道歉就能平息苏家天下万民的怒火吗？苏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，但我不来，对不起护着我突出重围的苏老将军。今日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。不过，我想先给苏老将军上一炷香。上香是礼数，老身成全你。等上完香，老身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以为凭几句话就能活命？老身只需一招，就能让你死无全尸。你当然能杀我，可你若杀了我，不出半月，苏家满门孤寡必将被扣上谋逆之罪，全体送入教坊司，万劫不复。这是
苏老将军拼死留下的绝笔血书。这字迹，这真气，腹中的绝笔。他说军机泄露，难道你真是被冤枉的？你以为凭我一个废物能骗过身经百战的护国神将？这是一场针对苏家和大夏的惊天阴谋，幕后黑手就在当朝皇子之中。你我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那破局之法何在？满朝文武都要你死，你拿什么翻盘？破局之道很简单，明日上朝，你亲自向父皇求赐婚，把你那个母老虎孙女嫁给我。庶子狂妄！你名声恶臭，还想娶我孙女？因为有人要谋反，蛮族南下，京师空虚，谁能掌控城外那1000苏家残军，谁就能弑君篡位。怎么夺兵权？当然是趁苏家死去，站出来当苏家的女婿。明日走朝，谁主动请缨要娶苏凤环，谁就是通敌的内奸。走，你这国贼，给老身爬进大殿！这死老太婆真下死手啊！皇上，苏老太君拴着九皇子打上殿来了。老太君，你要在午门将他千刀万剐，即刻下旨。皇上，一刀杀了他，太便宜了！我苏家此仇不共戴天。老身恳请皇上将我孙女苏凤玲赐婚给九皇子李龙林。什么？老身要他入赘苏家，当牛做马，让他日夜受折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父皇且慢，父皇，老九恶名满天下，怎配入赘苏家？儿臣恳请父皇将苏凤玲赐婚于儿臣，由儿臣庇护苏家一生一世。至于老九，弥天大罪在身，岂能因一纸婚约就逃过国法？儿臣请父皇照律处置，以正朝纲。老六，你终于跳出来了。老六深明大义，老太君，你意下如何？六殿下金尊玉贵，哪里受得了我苏家的门风？我苏家如今满门都是女人，还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。老身要的不是良配，是一个能进苏家，日日受折磨，替苏家男人还债的活人。老身看中的人是九皇子。好，既然苏老太君执意如此，朕金口玉言，即日起，九皇子李龙林入赘苏家，赐婚苏凤璇。老九，你可知错？儿臣知错，儿臣愿去苏家当牛做马，赎一身罪孽。老六，赐婚只是第一步，今晚咱们就见真章。此婚又怎样？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凤玲，住手！奶奶，你还要拦我？就是因为他，苏家才会家破人亡。你看什么？真以为一纸册婚我就得认命嫁你？你害我苏家满门惨死，自己还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废物！我不杀你已经是看在皇命，想让我嫁你，做梦！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！凤玲，睁大眼看清楚，这是你爷爷的绝笔血书。爷爷，血书上写的明白，军机是从朝中泄出去的。李龙林不是主谋，他是被人推出来顶罪的。就算他不是主谋，也不代表他不是个废物。奶奶，你真要我嫁给这种人？我不是让你嫁他，是让你先活下来，再把真凶揪出来。你可以不信，但现在只有我能把害死苏家的人揪出来。我不仅能查到真凶，还能让你亲手报仇。六皇子府，我今晚就去。你若真想替苏家讨命，就跟我来。若你敢骗我，我先杀你。等拿到证据，你再杀也不迟。书房到底在哪儿？先进去再说。李龙轩，你不是说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快了，你最好不是在耍我。没有。走。书房这边有人，给本王围死！有贼！书房里有贼！你骗我！你接我，再拖后腿，我先把你扔这儿！
给我搜！来的人知道我书房有暗格，肯定是老九的人。殿下，10万御京军已被调走，宫中正空。若明日九皇子当众发难，再逼皇上搜捕，那我连宫门都出不去。我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见，也不知道他们手里有没有东西，可只要父皇起了疑心，我就死定了。殿下，收手已经来不及了，要不明日我们直接动手。若现在动手，还是太急了。殿下，老九已经把刀架到您脖子上，明日皇上若真起疑，先锋府搜暗格，到时候张白征带走10万御林军，宫里正空，今晚不动，明日就是等死。殿下，您不是自己上绝路，是老九逼您上绝路。万一有差池，造反哪有万无一失的？再等下去，您连赌的资格都没了。传令下去，死士今夜全部换甲，藏进公道和偏门。是。李龙林，你说有密信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你差点把我害死！你这不是活着回来了？我活着，是我命大，不是你高明。你今晚这出，在我眼里就4个字：胡作非为。在你眼里是胡作非为，在老六眼里就是人摸到他脖子了。不，像他这种人，越觉得自己暴露，越不会等别人先动。你是说，他明日会在朝堂上抢先发难？先发难是一定的，若我再当众逼他一步，他就会反。所以你明天还要继续赌？不是赌，是逼。可你凭什么断定他一定会反？因为一旦搜捕，他就完了，活路只剩一条，就是在搜捕之前把皇宫变成他的。所以明日你不进宫不露面，先带苏家亲兵埋在城外，只有看到宫中升起血色反信，你再持虎符杀进来。就凭你一句我觉得，要我带苏家最后1000人埋伏在城外陪你发疯？对。李龙林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1000人对苏家意味着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我才不想让他们死在第2场埋伏里。我不是要你陪我送死，我是要你留一把能翻桌的刀。你不信我，没关系，你信你爷爷的血书就够了。凤鸾，照做。奶奶，我信你爷爷，也信这小子现在不敢拿自己的命乱玩。听见宫里响箭，你再动。若等不到呢？那就说明我赌输了，你回来杀我。不是赌输杀你，是你敢拿苏家1000条命胡闹，我一定亲手宰了你。记住了。全军潜伏，没有我的令，谁也不准擅动。是。老六，门已经替你打开了，跳不跳都由不得你了。父皇，昨夜有贼潜入儿臣打底，窃取机密，此事关乎皇子安危，请父皇彻查。区区失窃，也值得你拿到朝堂上来说。儿臣丢的不是银钱，是要命的东西。六哥说的对，因为他丢的是和蛮族往郎的信。蛮族来信，九皇子，朝堂之上岂有你胡言？李隆兴，你血口喷人！喷不喷人，六哥心里最清楚。呈上来。父皇，昨夜儿臣去六哥府上赔罪，在他书房里无意看见一封信，落款正是蛮族大将扎尔巴。老六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假的，他在说谎。那封信绝不可能在他手里。哦，六哥怎么知道那封信不可能在我手里？因为那种东西，我怎么可能随手放在桌上？那六哥会放在哪儿？自然是藏在暗格里。暗格？六皇子府书房当真有暗格？六哥，我可从头到尾都没提过暗格。你若心里没鬼，怎么知道信该藏在暗格里？你诈我！我就是诈你，谁让你自己认得这么快？把信给我！白纸，九皇子根本没拿到信。
果然是个废物，拿一张白纸也敢在朝堂上装神弄鬼。我是没拿到信，可六哥刚才亲口告诉父皇，书房里有暗格，那就搜，看看暗格里藏的到底是什么。六哥若真清白，怕什么搜？魏勋，奴才在。父皇，儿臣失言，儿臣只是被他气昏了头。当朕是傻子？老九手里没有证据，书房暗格里难道也没有证据？魏勋，带禁军查封六皇子府。父皇，朕查封的不是白纸，是你自己露出来的心虚。六哥，你不是自认聪明吗？怎么连一张白纸都熬不过去？李龙林，你真要把我逼上绝路？逼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做的决定。好，那就谁都别。反了！六皇子反了！父皇，您既然容不下儿臣，那儿就自己来拿着皇位。逆子！今日过后，这大夏就该换主人了。这也是你算到的？儿臣只算到六哥不敢等人去搜府。算到了又如何？宫门已封，今日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皇上，快退！退，朕不退。父皇，您再强也挡不住众多死士。老九，本王真后悔没早点宰了你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给我拿下父皇和老九！谁先砍下李龙岩的脑袋，封侯！10万御清军已出境，今日这宫里我最大。苏家军护驾！护驾！苏凤玲，是苏凤玲。苏家女，不可能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六哥，这就是我给你留的棺材里。来得快如何？不过1000残兵，也想翻天？孙广孝，给我拿下他！少将军，殿下抬举你了，1000残兵也配来护驾？滚！你居然已经大宗师！拦住他！其余人跟我上殿，先拿下父皇和老九！老九，你坏我大事，我先拿你祭旗！你已经输了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！朕还没死，轮得到你放肆！皇上威武！皇上威武！你带兵杀进来，只能证明你怕了。闭嘴！绑了！我们降了！害苏家的账，从你开始清算。老九，这是你做的局？儿臣只是不想死。苏凤玲护驾评判有大功，金银宅地甲胄任你挑。臣不要上司，那你要什么？臣想北征，苏家18将死在北境，臣愿率苏家残兵再战蛮族，洗雪苏家之耻。
皇上，苏家军威犹在，苏凤麟若出征，必能振军心。我大夏女将上杆请战，男儿岂能缩头？他一离京，等于把自己送进死局。皇上，臣愿立军令状，若不能破敌，提头来见。皇上，父皇，儿臣愿与苏凤麟一同北上。你，老九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北境不是只有蛮族，还有没查出来的人。凤麟能杀敌，儿臣能揪鬼。你去添乱吗？你杀敌，我插鬼。苏家不是败给蛮族，是败给背后的刀。北境不是让你耍嘴皮子的地方，所以儿臣不要空指1000残兵去北境，是让苏家再死一次。儿臣要苏凤瑶和1000残兵归我节制，重建苏家军。皇子见私兵，荒唐！六皇子刚反，九皇子又要兵。老九，朕凭什么信你不会变成第二个老六？六哥有兵就反，是他心里没有君父。儿臣要兵，是要带苏家活着杀回北境。老六暂押天牢，老九随朕来。逼老六造反，又让朕给你兵，朕以前小看你了，老九。儿臣不逼他跳出来，死的就是儿臣和苏家。那你为何还留他命？因为一封空白信就能下凡的人，布不出北境大局。真正害苏家的，还等着父皇杀人灭口。御林军统领张百征，他不是该率10万御林军北上抗蛮吗？朕早知老六会反，张百征根本没走，御林军也没走远。末将奉旨伏于宫中，只等叛军入局。朕借老六是你，也借你是老六。父皇英明，少拍马屁。想要兵，你说军饷怎么办？御林军3月未发饷，北蛮南下，军心不能再拖了。国库空了，你建新军的钱又从哪儿来？从六皇子府来。他府里若有钱，还会只养800死尸？所以要看谁去抄。让魏公公去，再让六哥公祠认下100万两军饷，缺多少，魏公公都会补上的。你算计朕身边的人？儿臣算的是军饷。好，朕准你建苏家新军，苏凤兰和1000残兵暂归你节制，但你敢走老六的路，朕亲手扒你的皮。儿臣不敢。宣慰勋，去苏家传旨，再去抄六皇子府。李龙来，我们拼命护驾，你在朝堂要苏家兵权。枪往下点，扎坏了我，谁带你去北京？少拿皇子身份压我，皇上根本不会答应你。那你最好先别杀我。传旨的人快到了。苏家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皇子李龙麟、苏凤麟平叛有功，赐麒麟符。册封李龙麟为征北将军，奉朕之命，节度苏凤麟与1000苏家残兵，重建苏家军。重建苏家军。苏家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你怎么知道？刚知道。殿下，咱家这趟差事可沾了您的光。公公客气，抄六皇子府这等废柴，旁人求都求不到。肥差，
你吞得下，就得吐得出。你又在算计谁？算计银子，算计兵马，算计让你怎么少拿枪指我。你若真能重建苏家军，我的枪可以先留你一命。然后呢？老太君，苏家忠烈贵天地君亲，不贵我。现在谢我太早，圣旨只能让苏家军重建，不能让苏家军活下来。什么意思？麒麟服是赏，兵权是民，两饷军械马匹一样都没。真要建军，先把账算清。没银子，没粮草，重建只是空谈。苏家军也不能姓李，杀了他，为老将军报仇。谁也不能动他。这支军旗上写苏，朕前听苏凤鸣号令，战死入苏家忠烈祠。但谁在只会喊送死，不问粮草军令，我第一个提出军营。凭什么？凭你们只剩1000人，再乱冲一次，苏家连灵位都啃不下。殿下会教训士兵，但账目不会自己抹平。大嫂，小妹，苏家库银只够他们吃半个月。招兵买马铸甲，20万两只是起步。皇上会拨银，御林军军饷都拖了3个月，朝廷拿什么拨给我们？殿下，圣旨是真的，银子没有。你要苏家拿命填空账。银子在六皇子府，也在魏勋手里。证据3日，3日后，银子、军粮、军规一样不少。你又赌？这次赌赢，苏家军活；赌输，我交兵权，任苏家处置。我记账，少一礼，我亲自把你赶出去。少将军，给我们一句准话。3日后建营建粮，做不到，我滚出苏家。3日，我替他做保。第1天了，你到底等什么？等宫里的车轮声。六皇子画押了，公子写了100万藏银，魏勋带人去抄府了。你说的路真开了，还差最后一脚。给咱家搜，枪砖都全开。公公，府里真只有10几万两现银，公子写的是100万，少1两，咱家的脑袋也保不住。公公，银子不够，账册倒有一堆。撞车，先进攻！万岁爷，折算下来20万两，老六认的是100万，剩下80万进了谁的口袋？奴才冤枉，补不上，朕抄你的家。万岁爷，奴才又搜了一遍，连同古玩折价，正好100万两。大办辛苦了，皇上，100万两军饷立刻押往前线。将士得饷，必为大夏死战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老九，你替朕解了军饷大难。魏公公办事果然利索，托殿下大恩。还有事？儿臣的银子还没着落。苏家军要粮、马、甲，初期50万两。50万，朕刚凑的100万全送去前线了。儿臣不从国库拿，六皇子的宅子交给儿臣处置，抵这50万军费。一座宅子值50万，卖不出是儿臣无能，卖得出，父皇多一支新军。地契给他。你今日去看柔妃了？她在长乐宫可还好？长乐宫？怎么，柔妃不在长乐宫？娘没事，擦点药就好了。母妃如今住的是水云轩，她为了儿臣，在养心殿外跪了3天3夜，伤还没好就被人赶去了水云轩。魏勋，万岁爷，谁把柔妃赶去水云轩？儿臣查到长乐现在住的是秦贵妃。
皇上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朕来问你，柔妃的长乐宫是谁抢的？是柔妃自己让出来的，魏公公可以作证。魏勋，奴才只是奉命办事，一切都是秦贵妃的意思。魏勋，你敢卖我！老六谋逆，朕留他一命已经是开恩，你还敢欺辱柔妃？滚出长乐宫！再敢动柔妃，老六的脑袋就别要了。娘娘，请回长乐宫。回长乐宫？娘娘，是真的，九皇子刚从我们这里离开不多久，陛下就让娘娘回长乐宫，肯定是殿下想办法求了陛下。皇儿长大了。母妃，谁动的手？还能是谁？老九借柔妃翻了天！老六废，你若再不出手，前朝后宫都要姓李龙鳞了。他不是要卖老六的宅子引兵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让他一文钱都卖不出去。殿下，皇上没给银子，苏家先卖了90%产业，凑了5万。若是还不够，老太君说我们还可以卖苏家祖宅。这钱我不要。3日到了，你还嘴硬？皇上没给银子，给了这个。六皇子府邸的地契，一张宅契，你不会手刷值20万吧？不是20万，是50万两。六皇子府最多5万两，殿下张口50万，是又要赌？我若卖出50万，大嫂做我的贴身秘书。你找死！要我大嫂给你当贴身丫鬟？秘书不是丫鬟，是替我管人、管账、管军需的人。殿下若输了，兵权交回，地契还你，我滚出苏家。此话当真？军国大事，我不说虚话。好，我接。说吧，宅子凭什么值50万？苏家卖了90%商铺，只凑出5万两，正常吗？肯定是有人压价。你怎么知道人压价？是谁？京城8大商行一起压苏家，铺子、货物、宅地全被他们往死里踩。大嫂可知道商行后面是谁？8位皇子，他们吃苏家的绝户。那就让他们把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，把8大商行掌柜全叫来，今晚卖宅子。看来今晚还能再压价。九皇子到！草民参见九殿下。银票带够了吗？只要殿下肯卖苏家宅子，价钱好商量。李龙鳞，你敢卖苏家祖宅？看清楚，我卖的是六皇子府。我家皇子妃武枪助兴，诸位别慌。如果九皇子卖的是六皇子府，那只能1万两，15000。明抢！被超过的宅子谁敢跑？你们买的不是宅子，是六皇子这些年不敢见光的旧账、人情把柄。50万两到1两，都别想碰地契。荒唐！不奉陪。苏凤麟，关门。我夫君的话没听清。殿下，九皇子把8大商掌柜扣在苏家，张口要50万两。老九这是疯了。他若真疯，平不了老六的反，也拿不到兵权。六皇子府里有老六和各府往来的旧账，那东西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殿下要买？不是买，是让所有人都不敢买。殿下扣人，传出去不好听吧？那就掏钱，体面走。四皇子到。九弟，强买到这个份上，不怕父皇怪罪。四哥来的正好，50万两，你出。一座脏威子，谁买谁惹祸。四哥这么怕，看来里面真有东西。既然没人敢买，我明日就把六皇子封存的账册送进御书房。殿下，我出10万、15万、20万，都闭嘴！九弟，50万我出，地契给我。四哥来的太急了，其他皇兄还没到，
价高者得才公平。我再加5万。钱掌柜，你身上还有多少？凑一凑，5万两上下。父皇御赐玉佩，至少10万两，70万，够不够？一座破宅子，真值这么多？现在信了，值钱的从来不是宅子。九弟，这份人情，四哥记下了。但愿四哥记住的不只是人情。看来其他皇兄真到了。老四，你拿到了？来晚一步，老六这座宅子归我了。花了多少？70万两，还是值了。哈哈哈哈哈！ 70万两，够多少遗孀遗孤吃上肉？九皇子，2场赌局我都输了，这一跪，为苏家那些遗孀遗孤。别跪，这点银子不够苏家活。70万还不够？服恤、养兵、军械、粮草、战谋，哪样不要银子？今天花痛快，3个月后照样断粮。殿下要用它生钱。从明天起，苏家不卖产业，苏家做生意。你一个皇子，会做生意？不会，所以我才赢了一个贴身秘书。赚钱第一步，先买铺子。买铺子？李龙林，你刚骗回来70万两，不拿去养兵，不拿去买粮，拿去买铺子？不是骗，是赚。有什么区别？现在满京城都在逃命，谁还做生意？遗孀遗孤还等着米下锅，1000残兵还等着活路。你拿苏家这么多人的救命银子去抵铺子？大嫂，你说，若按常理，这的确是步死棋。北境刚破，京城人心惶惶，富足外逃，铺子卖不上价，也租不出去。就算现在便宜买进，后面没人做买卖，还是砸在手里。听见没有？连大嫂都说你在胡来。更要命的是，京城如今的买卖早被8大商行压死了。苏家之前卖铺子，90%产业只卖出5万两，不是东西不值钱，是8大商行联手压价，不给苏家活路。8个商行背后是8个皇子。对，你们说的都没错。所以呢，明知道前面是坑，你还往里跳。正因为他们全在抛，才轮得到我捡。捡回来又怎样？养不起就是养不起。若京城真守不住，铺子是废纸，银子也是废纸。可若京城守得住，等这场乱过去，谁手里铺子最多，谁就最先吃下整个京城。不是要吃租金？我要的是地盘，是人流，是后面所有买卖的口子。8大商行不是喜欢踩人吗？那我就趁他们最乱的时候，把他们不要的东西全吞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不敢说，7成够赌命了。就算我同意了，那这50万砸出去，遗孀遗孤怎么办？残兵怎么办？所以我才要你明天就带人上山。上山砍树，越多越好。铺子砍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活苏家，只靠一笔横财不够。我要借这场乱，把苏家真正抬起来。老九那宅子卖掉了，卖掉了50万，70万两。多少？买的人是4皇子，老四也被套进去了。九殿下一夜之间把满京城皇子都惊动了。那他拿到银子之后又想干什么？一大早他就让人去南市扫铺。这小子真敢把命往桌上压！3000两，只要3000两，铺子就卖。我2800也卖。殿下，这些铺子已经不是便宜，是在往死里跌。你看见没有？全城都在逃，这时候还买？买。可这已经是第7家了。我说了，继续。北京急报，满族在下5成。完了，这一下铺子要砸穿底了。现在你还买？再买下去，这50万就全买了。就是现在。什么？大嫂，继续收，能吃下多少就吃下多少。你立刻带1000残兵上山砍树。今夜之前，我要看到第一批木料进城。李龙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
我要在所有人都觉得大夏要亡的时候，开一座能吞下整个京城的金山。启禀皇上，张百征避而不战，北境连失5城。军饷刚到，怎么还败？张将军像是在拖，在等时机。传令下去，不许京中再乱。万岁爷，城里已经乱了，九殿下那边还在扫伤。这时候还买？他是想把70王抬扔水里吗？老九若赔光了，朕看他拿什么重建苏家军？殿下，北京败报传开了，南市的铺子又跌了一截。我们今天买进的，转眼就亏了几万两。败了，好。殿下，这种时候你还说好？城里越乱，卖的人越急，价就越低。我要的就是这一脚踩到底的价。可现在外面已经不是便宜，是恐慌。恐慌才会贱卖，等他们缓过神，就轮不到我们抢了。继续收，价格合适，一家都别放过。殿下，你到底在画什么？咱们这座金山，另一半就在纸上。书砍回来了，你最好真有用。来得正好。喂，你还没说，砍树到底干什么？去给苏家造第2座墓。将军，西山那片能砍的都快让咱们搬空了。树给你砍回来了，人也快累废了，现在总能说了吧？不错，够直，也够韧。我问你干什么，不是问你好不好。拿着，带我去找京城最好的木匠。这什么鬼？不像枪，不像弩，也不像甲。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兵器。那你费这么大劲砍树做什么？做一台机器，一台能替苏家不停生银子的机器。一堆木头能生银子？你会打仗，我会赚钱，各干各的。少卖关子！你要是再拿苏家胡闹，我先把你这图撕了。这个不能撕，它比那70万还值钱。真有这么神？它要是做成了，苏家以后缺的就不是银子，是库房够不够大。你最好不是在吹，残兵今天扛了1天树，若最后只做出个破木架子，我第一个拿枪戳你。不是去找木匠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因为这里住的就是天下最好的木匠。二嫂，我是凤玲，开门进。二嫂，进去以后少说话，惹恼了他，谁都保不住你。二嫂，人我带来了。这就是那个九皇子？是，看着就不聪明，让他出去。二嫂还没看图，就先判我死刑。二嫂，他现在是苏家女婿，来求你做东西。苏家女婿也还是个男人，男人和蠢货我都烦。还真是个怪人。公书为鲁，墨自藏心。李龙鳞，谁让你乱碰的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？那是二嫂祖上传下来的东西。公书，墨子。你还知道什么？现在我确定了，这东西天下只有你能做。先把图给我看，若是废物画出来的垃圾，我连你一起扔出去。没坏，装回去了。七窍玲珑锁，打开难，复原更难。你以前见过？没见过，看懂了就能装。你还会这个？我会的多了，你知道了都得害怕。谁怕你？这不是普通织布机。二嫂，怎么了？他画错了？别吵。一人踏板，数定统转，纱线不断，不浮不乱。这图真是你画的？我画的。第7处船轴为什么斜半寸？为了卸力，不斜线会崩。那踏板为什么分2段？一段给力，一段回弹，知娘踩久了不伤腿。巧夺天工。二嫂，你说什么？
若能做成，织布效率至少翻5倍。现在知道那些木头为什么能生银子了。这东西我能做，真的，但不是普通木匠能做。船轴、沙斗、踏板，错1分都会废。多久？你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3天可以吗？3天太久，明日此时来取第1台。二嫂若能做成，苏家欠你一条命。苏家不欠我，我本就是苏家人。小妹，留20个手稳的残兵给我，今夜不许任何人进竹舍，我亲自审。还有你，图纸不许离开我的视线。巧了，我也这么想。二嫂还有事儿？你二嫂脾气一直这么怪？她不是怪，是看上你了。别胡说。7窍玲珑锁，二哥一辈子都没打开，你一盏茶拆了又装回去，二嫂不记住你才怪。那你不吃醋？我吃你个头！真不吃醋？李龙林，你再说一句，我把你挂到树上晾1夜。行，不说这个，说正事。明日第1台织布机出来，你立刻挑最稳的残兵守住竹舍，图纸、木匠、机器，一样都不能外泄。有人会抢？不是会，是一定会。谁敢来，我剁谁！这才像我的皇子妃。闭嘴！殿下，东院已经挖到底了，没有银子。书房暗格也拆了，只有几张旧账，没见银票。继续挖，墙拆了，井掏了，窗板劈了，本王就不信老六1两银子都没藏。殿下，再拆下去，这宅子也废了。闭嘴！殿下，真没有，不可能。老九敢要70万，必定知道这里有东西。会不会九皇子卖的本来就不是银子？哼！小的该死！他是在诈我。李龙林，殿下，银子找不到，就别再闹大了，若让皇上知道。我花70万买了个空壳，还要装作无事发生。你若告老九，皇上只会问你，为何明知贵还要买？殿下，九皇子那边有新动静，他买了大半个男士，还让苏家残兵日夜守着竹舍，像是在造什么东西。造东西！殿下，别冲动。派人盯死苏家，老九能从本王手里骗走70万，本王就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若真是值钱的东西，先偷图比砸场子有用。那就偷，偷不到就毁。真做出来了。二嫂，你比我想的还厉害。你的图有几处废线，我改了，照这版做，普通工匠也能上手。它真能用？试了才知道。老身年轻时学过几日，如今眼花手慢，怕误了事。我会造，不会织，我只会算账。别看我，我拿枪可以，拿针线会要命。满门女将，居然找不出一个会织布的。你会你上。我倒是想起一个人，精通女红，手也巧。谁？柳如烟。四嫂？她不是苏家人，不准叫四嫂。殿下根本不知道她的来历。她原是教坊司花魁，四哥为她赎身，婚还没成，四哥就战死了。老夫人一直不认她，她也不肯低头。她还住在苏家，就是苏家护着的人，市集的人必须可靠。若找外人，消息今晚就能卖到8大商行手里。
殿下说的有理，织布机若真有5倍效率，消息提前泄露，棉麻价格会被人先一步炒起来。柳如烟聪明，手也稳，她合适。你叫她来，真只是为了试机？不然呢？你怕我被他勾走？我怕你死在美色上，耽误苏家正事。叫他来，若他敢生事，老身绝不留情。姑娘，老太君让您去前院。姑娘，您这是？若苏家容不下我，我也不会回教坊司。右手里藏了什么？拿出来！你敢带凶器见老身？李龙文，你疯了！他可能要伤奶奶。他是来做女红的，带剪刀不奇怪。四嫂，我说的对吗？对，我是来做女红。既然九皇子殿下替你说话，就先办正事。原来你就是九皇子，那个写打油诗被我赶出教坊司的草包。柳如烟，旧账以后再算。今晚请四嫂来，是试这台织布机。织机而已，能有什么稀奇？若四嫂不会，也不勉强。论女红，我还没输过。殿下不来教我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二嫂，劳烦你教。撞，接着撞。脚踩这里，手稳住线，别使蛮力，顺着它走。这么快，比寻常织机快了不止一点，5倍，不，熟练之后还能更快。二嫂，你竟能做出这种东西，不是我发明的。图纸出处九皇子，你草包偶尔也会开窍。若1台能抵5台，100台就是500台。若放进南市那些铺子里，就是苏家的第一座金山。所以你买铺子是为了放这些机器？前店后房、织布、售布、收人，全在一条街完成。四嫂，从今晚开始，你教第一批织娘。你信我？我信你的手艺，也信四哥的眼光。若要成规模，至少先造1000台。木料有了，工匠还缺，1台成本多少？100两左右。1000台就是10万两。你刚买了铺子，银票还剩多少？不够。拿去当了。这是御赐御配。御赐给老四的，又不是给我的。让他去报信，雨才刚要够。殿下，棉麻我已经收了大半，账上的银子也快见底了。可今日是给苏家军遗孀发补制的日子，我去当。假的，假的，拿走！这种东西，小店不敢收。他们都说是假的，李龙林，你是不是被老四骗了？极品美玉，玉质雕工，假不了。不是玉假，是你去错地方。
你笑什么？像宫里出来的。你说我像太监？正事儿。看见前面筑宝斋了吗？那不是当铺。他比当铺有钱。你进去，只说一口价，10万两，少1两不卖。你不进去？我名声太响，进去反而坏事。你一定欠过他们钱。差不多。10万两。贵客稍等，小人请主子长言。四皇子的御赐御佩，好啊！老四坑咱家60万，还敢把尾巴露出来，给他15万，多的5万，算咱家送老四一程。15万两，我家主子很喜欢。办成了，15万。那不是九皇子吗？他抱着个男人。苏凤莲，你把我名声毁干净了。听说了吗？九皇子在西市抱了个男人，何止抱了，还当街亲了。我亲眼瞧见，那小郎君俊得很，九皇子眼光不差。这是天天传，谁知道真假？快说九皇子那个。九皇子好难吗？散播北境谣言的人查出来没有？万岁爷，坊间谣言已经压下去了。谁压的？九皇子。老九做了什么？他在西市当街与男子举止亲密。皇上，九皇子败坏皇室名声，应当严惩。够了！北境谣言会乱民心、乱军心。老九这桩荒唐事儿，至多丢他自己的脸。无论有心无心，百姓不再议论战败，这就是事实。万岁爷圣明。皇上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九皇子有伤风化，也不能不查。那就宣老九入宫，该赏赏，该罚。老四啊，老四，玉佩这笔账，咱家也该帮你递到皇上眼前了。殿下，九皇子身边那个男装小郎君把您的御赐玉佩卖进了聚宝斋。聚宝斋，魏勋的地盘。坏了，魏勋若把玉佩呈给皇上，殿下就说不清了。老九不是卖玉佩，他是拿我的玉佩去买魏勋这条毒蛇咬我。殿下，银子到了就好。今日若发不出补助，苏家就要失信于他们了。每户发多少？镇权抚恤本该50到70两，可朝廷没发下来，苏家只能每月先补1两。1两够活吗？省着些，能熬。想读书吗？想，爹说读书才能报国。殿下若想供孩子读书，银子远远不够，15万两也只够撑几个月。朝廷不给钱，苏家也快被掏空了。救急的钱要发，但只靠发钱，他们永远等于施舍。那还能怎么办？做工。苏家开织坊，愿意来的每月工钱4两起，手快者另算。孩子想读书，苏家先帮着找先生，学费从工钱里慢慢扣。我们真能来做工，我会织，我愿意学。四嫂，第一批织娘，你来教。我？你女魂最好，也最懂他们怕什么。既然殿下开口，你就留下做事。苏家不养闲人。如言明白。愿意来织坊做工的，到我这里登记姓名，今日先领补助，明日开始学工。我手慢也能学吗？手慢可以练，只要肯学，我教。
若真能1个月赚4两，我家孩子就能读书了。殿下，我娘做工，我也能帮忙搬线。你的活儿是把饭吃饱，把书读好。愣着干什么？把木头搬过来，别耽误他们开工。这才是苏家军的后路。九殿下，皇上口谕，宣您即刻入宫。现在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父皇想我了，叫我进宫说几句话。你们继续忙，别停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下，脂肪刚起，没人镇场不行。魏公公，别绕弯子。父皇为什么召我？殿下，您大祸临头了。其实那桩事传遍京城，内阁大臣都在弹劾您有伤风化。苏凤岭这头母老虎，皇上刚才在御书房发了火，说是该赏赏，该罚罚，咱家也摸不准。他们不是冲着刘岩来，是冲着我手里的秉权和苏家来的。多谢公公提醒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坐。老九，朕今日召你是要赏你，赏儿臣。儿臣不知立了什么功。北京有不实消息传得满城沸沸扬扬，朕正费心调度。你一桩荒唐事，就让百姓全去议论你了。说吧，这是你故意布的局。父皇明鉴，儿臣没那么神，此事只是巧合，儿臣不敢贪天之功。那就是说，真有无良之好。父皇，这罪儿臣不能认。儿臣当街失仪，有伤风化，儿臣认。但说儿臣喜欢男人，绝无此事。满京城都看见你抱着一个男装少年。那不是男人，是苏凤玲。她女扮男装去卖玉佩，一高兴忘了场合，才闹出乌龙。苏凤玲，父皇赐的皇子妃，儿臣还能认错吗？好，苏家那匹烈马竟也被你驯住了，儿臣惭愧，管教不严。少装，能让苏凤玲当街情男自奉，你倒有朕年轻时几分本事。无论如何，谣言因你而止，算你有功。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要银子。没有。国库什么样，你不知道。那儿臣要爵位，儿臣要招贤练兵，总得有个名头。无功不受爵。你想让满朝文武又来吵朕？那父皇总不能只赏儿臣几句夸吧？朕册封你母妃林氏为贵妃，后宫之中除皇后外，再无人能压她。儿臣替母妃谢父皇隆恩。林贵妃回位，后宫的风向真要变了。父皇，儿臣想先去长乐宫见母妃。去吧，她也该等急了。老九，你别得意。四哥膝盖不好，就少跪一会。四殿下，万岁爷宣您入殿。这一局才刚开始收网。父皇，儿臣有天大的冤情，老九骗了儿臣70万两。他怎么骗你？他把老六那座空宅卖给儿臣，说里面有银子和把柄。契约签了吗？签了。白纸黑字，一个愿卖，一个愿买，贪心上当，怪谁？父皇，是老九和魏新串通设局。万岁爷，奴才冤枉。你和老九走得很近。万岁爷，奴才哪敢？九殿下坑奴才补军饷，害奴才大出血，奴才跟他哪是同党，分明有仇啊！不过奴才今日倒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想干什么？万岁爷，这东西您可认得？这是朕赐给老四的玉佩，为何在你手里？奴才今日在珠宝行见着，便重金买下。至于御赐之物为何流落珠宝行，奴才不敢妄言。老四，朕赐你的东西，你拿去卖钱。殿下缺银子，倒把御赐的玉佩都给拿了出去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奴才还听说您前几日进过诏狱，见了六皇子。你买老六宅子不是为了银子，是为了销毁你们兄弟勾结的罪证。儿臣冤枉！来人，拖出去，停杖40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是老九害我。朕的儿子一个比一个让朕失望。殿下，您醒醒！老九害你至此，首妃那个贱人还被封了贵妃。
这母子俩踩到本宫头上来了。李龙鳞，我一定杀了他！殿下不可动怒。都出去！疼，岳长，就记住，今日这一仗不只是打在你身上，也是打在清流文臣脸上。害我的人是老九。错，真正让皇上动杀心的是魏勋。老九只是魏勋推出来的刀，阉党借他立功捞钱压皇子。若不拔掉这把刀，魏勋早晚骑到所有人头上。那就先出李龙鳞。我会安排御史查他屯铺、敛财、私聚遗孀。苏家军抚恤金那条线，也不能让他继续碰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办事要银子，只要能让老九倒台，银子我出。殿下记住，先让他失民心，再让皇上疑他。谁？尹郎君，夫人在等我。谁等你了？我只是守夜。守到3更？少废话，皇上没为难您。没有，还封我母妃为贵妃。那就好。明天还要砍木料，我睡了。嘴比枪而已。李龙鳞，我们忙得脚不沾地，你在这儿喝茶？我动脑，你动手，分工明确。你再说一遍！老太君，救命！谋杀亲夫！九殿下也怪不容易的。你们2个要闹，去铺子里闹，正好玉竹那边缺人。大嫂，生意如何？一匹都没卖出去，1匹都没有。咱们布明明又便宜又好。8大商行放出话，说苏家的布是赶工烂布，穿了会散线，还让各家铺子不许收咱们的货。骆掌柜，布是好布，可我小本买卖，得罪不起8大商行。我去砸了他们！回来，商场不是笑场。现在京城人心惶惶，买布的人本就少，剩下的客源都被8大商行捏着，那不是死局？死局？未必。殿下，我建议先停工，织的越多，压货越多，苏家亏得越快。停工，遗孀们怎么办？他们才刚看到活路。不停，继续织，继续囤。还囤？现在没人买，是因为他们还没冷到必须买。春天都到了，怎么会冷？快冷。我们的客人来了。北境流民已有多少？10万上下，还在增加。皇上，流民必须安置，衣食住行处处都要银子。要多少？至少30万两，先解燃眉之急。又是银子。朕若给你们30万，有多少能到流民手里？可若不拨银，流人生乱，京师更危。除了要钱，你们还会什么？皇上，臣可先调各处义仓，搭建流民营。只是棉衣、被褥、医药仍需走。才卖给谁做？又让8大商行抬价。8大商行货源足，速度快。万岁爷，九皇子近日似乎也在做布匹生意。九皇子经验浅，恐怕难当大任。老九的布庄生意如何？听说1匹都没卖出去。朕还以为他真能做出点名堂。冷吗？他们买不起。那就卖他们买得起。殿下，8大商行1匹布卖200文以上，咱们若降太狠，会被说坏规矩。他们定的规矩是让穷人冻死在门外。明日开门，苏家布1匹80文。80文，几乎不赚钱。先让他们活下来，人活着才有后面的买卖。他们会信吗？第一个人最难，只要有1个人敢进来，后面的人就拦不住。那我明日守门。你别把客人吓跑就行。
你不是说客人会来？我看他们见了你，比见官差还跑得快。不是怕我，是怕被宰。逃难的人铜钱比命还紧。掌柜，布怎么卖？80文一匹。80两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耳朵塞棉了，是80文。80文，这么厚的布80文，这布比大铺子的还结实。买不买？不买了，我没钱，我真没钱。关门。贵人饶命，我就是问问价，没想白拿。你看你把人吓成什么样了？我是怕外面风灌进来。你觉得他信吗？80文，少1文也卖。钱不够，3日后补。你不怕我跑？你能跑，孩子跑不过冷风。只有63文，我晚上去码头扛活，一定补上。差的算我借你。夫人心软了？再多嘴，我借你一枪。我这就回去告诉乡亲，苏家布庄不骗人。他真的会回来补钱吗？会，穷人最怕欠人情。第一声锣响了。什么锣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刘根生，你哪来的布？偷的？买的，南市苏家布铺，80文一匹。80文，城里1碗热粥都敢卖10文，布铺掌柜疯了。别是烂布，穿2天就散线。厚，真厚。给我看看，这不是烂布，这是救命布。我钱不够，九殿下让我先拿布，3日后补。苏小姐还替我垫了17文。九皇子，那个名声很臭的九皇子，名声臭不臭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孩子今晚冻不死。在哪儿？带我们去。万一是黑店呢？黑店不会有赊账，更不会怕我孩子冷。有钱的凑钱，先给孩子和病人买。妹妹也要有布，不能再动了。大少奶奶，大事不好！慢慢说，布庄怎么了？看见大小姐持枪堵门，九殿下让人关门，一个流民跪在地上求饶，抱着布跑出去。强买强卖，小的亲眼所见。备车。大少奶奶，您刚歇下，再晚一步，苏家几10年的招牌就砸了。凤麟莽撞也就罢了，九殿下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忙活半天就卖1匹，赚5文。照这么赚，什么时候才能重建苏家军？快了。你每次说快了，我都想揍你。凤麟，你是不是持枪堵门，逼路民买布？这个门是关了，枪也拿了，但不是逼他买。苏家做生意靠的是诚信，你这样一闹，几10年的招牌都要砸在你手里。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是他让关门的。殿下聪明，怎么可能陪你胡闹？你闯祸，还推到殿下身上。大嫂，他没冤枉。真是你！是我让关门，也是我让他把布带走。殿下，强买强卖不是小事，流民本就可怜，若他们闹起来，苏家布庄就完了。他们已经来了。掌柜，80文的布还有吗？我家孩子病着，先给我1匹，我明日补钱。苏家人真的不涨价。九殿下，我把乡亲们带来了，他们都信苏家布。你早就知道他会回来。他不是回来买布，是回来买活路。伙计，开门，老人孩子优先，1人1匹，记清姓名和营号。不许抢！谁插队，我把他挑出去。孩子，快谢苏家。谢谢姐姐。爸
半个时辰卖出300匹，还只是开始，殿下卖的不是布，是人心。今日苏家布庄活了，那是不是很快就能凑军饷？卖布只能养家，重建苏家军还差人。你要募兵？明日去刘运营。刘军营乱，官差也乱。你要带多少护卫？带他就够了。算你有眼光。殿下这图页，奴家从未见过，少一分显弱，多一分累赘，正适合行军。军不就是衣服，能打仗吗？能，人靠衣装，军队也靠脸面。一支军需齐整的军队，站出去就先赢3分气势。歪理，小妹，你试试。像换了一个人，这才像未来的天下第一军主将。天下第一军，苏家军败给北蛮铁夫臣，那就重建一支军，把他们踩回去。你真敢这么想？我不只敢想，还敢做。衣服还行，但你要敢骗我，我照样捅你。放心，我怕疼。像，真像你爷爷年轻时带出来的苏家军。奶奶，苏家军会回来的。不是回来，是重生。啊，这么多银子！殿下说募兵要当场发饷，不能空口许诺。流民听够了空话，银子摆出来，他们才信。刘宁墨人多眼杂，殿下要小心。还有这个，宫里昨夜送来的，说是皇上赐给殿下的尚方宝剑。尚方宝剑，上斩佞臣，下斩贪官。皇上连这个都给你了？给我，不是让我摆着好看。你的剑，给我做什么？我怕拿着累，先挂你腰上，真用时我再取。有我在，谁敢动他？夫人，这话听着顺耳。我是怕你死了，没人重建苏家军。哼，但愿今日不要出乱子。若真能重建苏家军，咱们这些日子的苦就没白熬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饿死人。所以今日不只是募兵，也是给他们一条路。别打了，他还是孩子。凤玲，殿下，小妹又要闯祸了。这次不是闯祸，他只是比我们先看见不平。一人一碗，还敢多要？他饿成这样，你们也下得去手？哪来的野女人，敢在朝廷周棚闹事儿？你是主事，纵容手下殴打百姓，你还有脸穿官服？百姓，这些是刁民。他多领一碗，后面的人就少一碗，打他是立规矩。过线者，
上连弩，此女拘捕，死活不论。小妹，慢着，还有同党，一起拿下！你敢打本官？打你都是轻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瞪大你的狗眼！这是九皇子。九殿下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他为什么挨打？我饿，一碗不够我。这就是朝廷赈灾的粥。九殿下，这粥看着稀，其实合规。合规？这跟水有什么区别？大下律令，赈灾粥只要立串不倒，便算足额。下官都是按规矩办事。殿下请看，立住了。不对，粥水太轻，筷子不该立得这么稳。是沙子！我们孩子看吃的都是沙子。你拿沙子喂百姓，皇子妃慎重，下官是七品主事，朝廷命官，你动我就是袭官。你害人，还敢讲官身？赈灾粮里有沙，那是米商的问题。铁块验粥也是上头定的规矩。殿下若不服，大可上奏弹劾。只不过弹劾要走内科、户部、吏部，九殿下动不动得了我，还要看宰相大人的意思。皇子又如何？还能越过满朝大人？连九皇子也没办法吗？原来官官相护，到哪儿都一样。你说怎么办？放开他！放开！多谢九殿下明理。我让他放开你，是怕你的脏血溅到他手上。你想干什么？九皇子，下官是朝廷命官，你若杀我，就是藐视王法。你也配提王法？朝廷给的是米，你给百姓吃沙，孩子饿得多要一碗，你让人往死里打！下官只是照规矩办事，要杀要罚，也该由内阁审议。尔时尔路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殿下饶命，下官愿意补粥，愿意赔银子。他怕成这样，你现在知道求饶了？殿下饶命，都是刘主事让我们做的。你真杀了他？我说过，要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殿下，你杀的是朝廷命官，杜文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那就让他来。即日起，粥棚换人管，锅里的沙子倒掉，重新熬粥。谁敢克扣1粒米，刘主事就是下场。九殿下杀得好！青天开眼啊！殿下，粮仓要是在这儿，小人再也不敢克扣。从现在起，
周棚帐册当众挂住，今日领多少米，熬多少粥，百姓都看得见。叔叔，我还能喝粥吗？能。以后不会只是一碗水。我今日来，不只是卖布，也不是只就一顿粥，我来募兵，愿入苏家新军者，今日登记，当场发饷。朝廷御林军都拖欠军饷，苏家新军真能发？正兵1月5两，今日先发1月。5两，比县太爷俸禄还高。殿下，5两太高，若招太多人，银山也会空。所以只招1000。1000？苏家残兵加起来也不过2000，凭这点人怎么打北蛮？兵在精，不在多。我要的是以后能打10万人的2000人。九殿下，我愿意当兵，只要能让孩子吃饱，我这条命给你。命不是给我，是给你自己，给你孩子，给北京的家。北京，我们还能回去吗？能，我带你们打回去。我也去，算我一个！我也去，算我一个！排队，想进苏家军，先学会听令。16到25，身强体健者优先，有从军经历者上前报名。啊！我原是北境边军，败路后散了。殿下若不嫌，我还能拿刀。边军老兵入候选，会写自己名字的站右边。当兵还要识字？我要的兵不只会砍，还要知道为什么砍。1000人满了。殿下，再收几个吧。今日没选上，不代表不要你。织坊、运输、修营都要人，只要肯做事，苏家不会让你们饿死。他们不是兵，是被逼到没路的人。所以我们给他们路。今日起，你们不是乞食的流民，是苏家新军。我给你们3条承诺：第一，不让你们和家人饿死；第二，不让官差、豪强再随便欺负你们；第三，终有一日，我带你们打回北境，夺回你们的家。打回北境！打回北境！打回北境！你刚才不像废物皇子，像什么？像个将军。明日进西山，休整3日，正式练兵。刘主事的事，京城很快就会知道。那就让他们知道，苏家军重建的第一箭，斩的是贪官，沙子熬粥给灾民吃，杀得好。可那是朝廷命官，九皇子这回怕是闯大祸了。皇子犯法，也该与庶民同罪，怎能当街杀官？万岁爷，九皇子今日在刘营营做了2件大事，说一是募兵1000，已经带往西山，他竟真从流民中募出兵来，这是替朕分忧。第2件，
九皇子斩了周鹏刘主事，朝廷命官七品主事，听说是克扣赈灾粮，州里掺沙，该杀。可文官那边怕是要闹，他们若闹，就让他们先把沙粥喝了。九皇子如今有兵，又有苏凤玲在旁，奴才担心他年轻气盛，日后更难约束。你想说什么？不如派几个监军替皇上看着苏家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老九，你今日斩了一个七品主事，斩了。殿下倒是认得痛快。他拿沙子熬粥，殴打灾民幼女。魏公公若觉得冤，可以替他喝碗，粥里掺茶。此事朕会查。可你当众杀官，文官必然公决。父皇赐儿臣大夏龙阙，不就是让儿臣斩奸佞？朕不怪你斩他，但你如今有兵，身边还有苏凤玲，做事不能再只凭一口气。万岁爷，奴才已替九殿下想好，派几个监军入苏家新军，一来替皇上分忧，二来也能提醒九殿下。儿臣不答应。不答应？你怕朕看着你？儿臣不怕父皇看，儿臣怕军中多出第二个声音。殿下说的好听，监军只是监督，又不带兵打仗。魏公当过监军，应该知道监军最擅长什么。打仗时不出力，分工时站最前，前线要命他要仗，将士流血他打小报告。这样的废物进军中，只会害死人。那你要什么样的人？状元之才。当兵要状元，殿下这是胡搅蛮缠。将官不识字，不懂兵法，不知忠义，只会变成拿刀的莽夫。我要建天下第一军，就要最好的将官。你能找到？3日之内，儿臣若找不到状元之才，任凭父皇派监军入军。万岁爷，君无戏言。老九，这是军令状。儿臣立。3日，若你失言，监军入营，你不得再来。儿臣遵旨。殿下，状元不是白菜，3日太短了。公公心疼我，奴才是怕殿下输得太难看。魏公公，手别伸太长，伸进苏家军，我会剁。殿下好大的火气！刚斩过狗官，剑还热。谁？四嫂，是我。九皇子深夜闯入寡嫂房中，不怕坏我名声？我若不进来，怕明日就没人能坏你名声了。殿下误会了，梦见四哥了。我只是睡不着。睡不着就给自己找点事做，别总在夜里跟死人说话，活人会被拖下去。殿下倒是会劝人。一般，主要怕苏家少一个会做军服的人。殿下深夜来，应该不只是劝我活着吧？我要找一批有状元之才的人。状元之才？我要他们入苏家新军当将官。殿下知道自己在读书人里名声多臭吗？知道，臭名远仗。那你还想让读书人从军？大夏官场堵杀了他们的路，我给他们另一条路。四嫂认识的落魄狂生里，有没有真正有才却报国无门的人？有，宁清侯，天下第一狂生，当年本该中状元，后来被革去功名，流落教坊司。就是他。他恨权贵，也看不起你。你若见他，只会被羞辱。那就办一场诗会，让他来羞辱我。你图什么？图他还有一口气。玫瑰。诗会可以办，但殿下若想折服狂生，靠身份没用，靠才华。那殿下最好真有。四嫂放心，我这人闻着臭，吃着香。殿下能不能别把自己比作吃食？若你真能把宁生拉出来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宁生，宁生又睡哪儿去了？那边有酒葫芦。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总算找到你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拿酒。如烟姑娘在苏坊办诗会，邀咱们去。如烟，她还好吗？苏家出事后，她成了寡妇，听说近来心情不好，才办诗会散心，那自然要去。可九皇子也在苏府，那个臭名昭著的废物皇子，正是他。如今他还是苏家女婿，听说这次诗会就是他提议的。
恐怕会在诗会上出面。那更有趣。为何？去给如烟姑娘捧场，也去让她看清九皇子这种权贵草包配不上苏家的门。当众羞辱九皇子！他若不露面，算他有自知之明；他若露面，我让他在满座才子面前无地自容。如烟姑娘，许久不见。宁生还肯来，我很高兴。他们真能当将官，一个个受的风都能吹倒。九皇子看中的未必是力气。如烟姑娘，九皇子呢？听说诗会是他提的，人却不敢露面，怕是胸无点墨，怕丢人吧？堂堂皇子竟像缩头乌龟。殿下，你若再不来，今日就真收不了场了。谁说我不敢来？诸位骂的挺热闹，给我留座了吗？殿下若是来听骂的，哪里都能坐。你们放肆！诗会嘛，嘴读点政治，诗会讲才，不讲身份。殿下若只会摆皇子架子，现在离席还能留几分体面？你就是宁清侯？正是。听说你有状元之子，殿下是在讥讽我。宁生当年若非遭奸人构陷，早就是状元。所以你们恨朝廷，恨权贵，恨所有坐在高位上的人，难道不该恨？寒窗10年，比不过权贵一句话。殿下生来富贵，自然不懂。我懂不懂？不靠嘴说，那就作诗。今日题目不写风月，不写富贵，就写北境。北境山河破碎，苏家满门忠烈战死。殿下若写不出来，就别再说重建苏家军。宁清侯，你过了。不过这个题我接。殿下可别找人代笔。不用笔，我口述，你们记。殿下请。怒发冲冠，蓬莱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好句。继续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印蛮夷血。待从头。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这词叫什么？《满江红》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殿下真有北伐之心？没有这颗心，我见什么苏家军？一首词好，不代表会治军。那再听一首。秦时明月哪时关？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不教胡马度阴山，这才是边塞诗。殿下竟真有这样的才情。还有吗？你们不是要羞辱我，怎么还听上瘾了？请殿下再做一首。葡萄某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对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召几人回。3首皆可传世。宁生，你现在还觉得他是草包吗？宁某，向殿下赔罪。赔罪不用，我只问一句，你胸中还有没有报国的火？有，但这世道不要我。苏家新君要。宁生，你昨夜还说这世上无人懂你。是我眼瞎。殿下这3首诗不是为显才，是为点兵。诗能点燃人心，但上战场靠的还是人。他们的眼神变了，因为九皇子给了他们一个比罪死教坊司更像样的死法。宁生，你们这是？备旨，备墨！我要把九皇子的3首诗词抄满京城，让那些骂他草包的人都看看什么叫胸怀旧山河。李龙伦，你火了！外面都说你是文曲星下凡，哪儿着火了？不是着火，是你出名了。殿下，宁清侯带着昨夜那些狂生来了。他们不会又来找茬吧？吾等愿入苏家新军，追随殿下，效死北伐。宁生。
你终于肯往前走了。这事不好办。殿下昨夜不是说苏家新君要我？我要的是状元之才。你们自己说有才没用，父皇要信。宁生本就爱是状元。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年主考官是杜文渊，我的卷子被调换，他儿子高中状元，我去告，被打入狱，革去秀才功名。又是杜文远，所以他一句话就能说你不是状元之才。殿若嫌麻烦，宁某不强求。麻烦才有意思。你要证明自己，就重新考一次。我功名已革，不能科举。我帮你恢复。就算恢复功名，下一次科举也在3年后。那就让父皇开恩科。开恩科？殿下说的像开酒席一样。你牛皮又吹大了。要不打个赌？免了！你每次打赌都没好事。宁清侯，我给你一条路，敢不敢再考一次，让天下人看清谁偷了你的状元？若殿下真能开恩科，宁某这条命从此归苏家新君。命别动不动给人，留着打北蛮。愿随殿下重开寒门报国路。你还真把他们拉出来了。我说过，我会的东西多。少得意，恩科开不成，我第一个笑。好一句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坊间都在传说这3首边塞诗是九皇子昨夜所作。哼哼，老九，朕先不问真假，待会儿让那些老学究品一品，你先避一避，朕倒要听听他们敢不敢说实话。诸位爱卿都是诗词大家，替朕品鉴品鉴。这是千古边塞词，满腔忠烈，气吞山河。能写出此词者，必有惊天伟地之才。臣斗胆，此诗非寻常文人可作，唯有胸怀天下、曾踏沙场的帝王气脉，方能有此笔令。皇上文武双绝，臣等佩服。你们夸错人了。老九，出来吧。杜大人谬赞。惊天伟地4个字，我愧不敢当。这诗是你写的？昨夜诗会，随口3首，没想到杜大人如此喜欢，还要夸我有帝王气貌。传朕旨意，将这3首诗抄录，赐诸臣评阅，让他们都学学老九的报国心。父皇，儿臣3军令状已经完成，这些人皆有状元之才，愿入苏家新军。这么快？宁清侯，杜爱卿认得？臣有印象，此人当年科举赌弊，后又诬告朝廷，早被革去功名。杜大人记得真清楚。科举清白，关乎国本，臣自然记得。那就让他再考一次。若他真无才，自然露馅；若他有才，谁偷了他的功名，也就清楚。老九，你想做什么？请父皇开恩科。皇上，恩科非同小可，岂能因九皇子一时兴起便开？不是一时兴起。北境将战，苏家新军缺将官，大夏寒门里有多少宁清侯这样的人才，被堵在门外？九皇子说的轻巧，开恩科耗费巨大，扰动天下士子，若考不出人才，谁担责？我担。恩科只考策论、兵事、民生，取材不问出身，只问能不能为国做事。荒唐！科举自有组织，岂能随意更改？组织是为国取材，
不是为杜家家取状元。你为何非要开恩科？父皇，御林军在北境拼命，苏家军要重建，可朝堂上有人只会争权，有人只会塞监军。儿臣一批知道百姓苦，知道山河破碎，知道为何而战的人。万岁爷，可三叔军令状说的是状元之才，不是真状元。所以开恩科，让天下验证。魏公公若怕，不如直说，奴才不敢。准。1个月后开恩科，题目由朕钦定，宁清侯等人准复试应考。皇上三思。朕已三思，谁在阻挠，便是阻朕取材。父皇，既然恩科已开，监军之事是否暂缓？殿下，三署军令已过，您找的人还未证明才学，所以才要恩科证明。魏公公若现在塞人进军中，是怕他们考出来，还是怕你的人进不去？奴才不敢。恩科放榜前，监兵暂缓。若老九选的人不中用，朕再派人。谢父皇。九皇子，你真以为开了恩科就能翻旧案？杜大人怕旧案，老夫怕你玩火自焚。科场不是刘群营，斩一个7品小官便能立威。那就请杜大人把手藏好，别伸进考场。监军没塞进去，又开恩科，九皇子这是要挖文官的根啊！那就让他挖到自己的坟。爹，我要进苏家新军，我要跟九皇子打北蛮。你忘了？前几日老子求九皇子收你，被拒后还冲撞过他。那是咱们看错人了，能写出这词的人绝不是废物。为了你这个逆子，老子这张脸不要了。荣国公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前些日子是老夫有眼无珠，冲撞九殿下，今日负荆请罪，还请殿下恕罪。荣国公言重了，快起来。老夫今日不止请罪，也想求殿下一件事。为了令郎入苏家新军，殿下，我愿追随你，当小兵也行。他上战场先被吓哭吧。我没那么差。入军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殿下请说。张毅必须参加恩科，考中进士。进士？我连《论语》都背不全。李龙兰，你让他中进士，还不如让猪上树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你若连书都读不明白，凭什么领？殿下真有办法。1个月把人交给我，我保证他脱胎换骨。爹，我只是想当兵，不想考进士啊！闭嘴！你若真能考中进士，老子给祖宗烧3天高香。荣国公，我帮张毅争一个前程，你也帮我一件事。殿下请讲。勋贵那边，老夫去说。恩科若开5册，勋贵子弟也该争一争，不该全让文官把持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你不是只要张毅，你是要荣国公站你这边。苏家新军要活下去，不能只靠苏家。从今日起，这逆子交给殿下，打骂随意，只要留口气考试。爹！夫人，你不是嫌他不像兵吗？交给你。我？从今天起，你教他读书。皇子妃教读书？背不出来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文武双修。我能不能先当兵，后读书？不能。从今日起，这里不叫西山别院，叫西山军校。进了这里，第一件事不是拿刀，是识字，不是喊杀，是知道自己为何而战。当兵还要读书？校长说什么就做什么。宁清侯在，你和诸位先生教他们读书写字，教他们看军令，懂军法，知忠义。领命。苏凤营，练他们的骨头。领命。大嫂，管银粮账册，谁敢贪一文，直接送我面前。明白。张毅，你单独开小灶。啊，什么小灶？
读书造。诸位，先写自己的名字。先生，我只会画圈。子越，我废了，别打了！那边在杀人。那边是皇子妃亲授班，谁不好好学就转过去。先生，我们爱读书。殿下治军，真是别开生面。有用就行。错一个字10遍。我爹会后悔的。你爹说留口气就行。1天而已，真有点样子。人只要知道自己有路，就会变快。殿下，今日已有300人会写名字，明日教他们写北境。为什么？他们要知道自己要回哪里。苏家军，列阵！奶奶，他们回来了。还没，现在只是种子。苏家新军1000人，应到1000，实到1000。我也到了。苏府好久没这么热闹。你们从刘军营来，从破屋沙洲寒风里来。有人说你们是累赘，是刁民，是活不下去的废物。从今日起，没人能再这样叫你们。你们是苏家新军，是未来打回北境的人。打回北京！打回北京！军功未立，军章暂空。等你们真上战场，斩敌、救民、守城，一笔一笔刻上去。我以前觉得你只会胡闹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你胡闹的挺像回事。九殿下，苏家欠你一份大恩。老太君别折我，苏家军重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，是所有不肯跪下的人一起把它撑起来的。北京急报！张百征将军来报，北蛮铁浮屠再破3城，御林军粮道被断，请朝廷速援。等新军成军之时，就是征战北蛮之日。苏家军，准备北上。